兄姊妹们，本龙门正说，借用某些战狼小粉红的话呀，今天咱们就不吹台湾了啊，因为有个事情我认为还是挺严肃的，需要谨慎的对待。想必大家都知道啊，最近特别火的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个公司叫过深度求索，弄了一个 AI 的大模型叫 DeepSeek。那台湾有些特定的媒体啊，就格外喜欢吹捧中国大陆，无脑吹，中国大陆什么都是好。那当然啊，那些无脑黑的也挺让人反感的。那我们也没惨到那个程度啊，这个茶叶蛋还是吃得起来。这个 DeepSeek 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说不清楚，因为我也不是搞技术的。但是我看这个王吉贤具体分析了一下，因为他本身就是搞技术写代码了嘛，所以我认为他说的还是挺有道理啊。那你想碰到这么个牛逼账面东西，那某些特定的媒体肯定自然不能放过了，又是一通彩虹屁，口吻呢恨不得跟蟑螂小粉红一样了。日本也紧张了，美国也恐慌了，那英伟达离完那也不远了。老实说呀，最开始我并不认为这个 DeepSeek 怎么样了，因为我看到所有人都说的，那当然除了是蟑螂小粉红啊，都说这个 DeepSeek 基本媲美了 ChatGPT。 啥意思呢？就是说 DeepSeek 跟 ChatGPT 啊，虽说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是呢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而且我一般用的话都是用 ChatGPT， 这个 DeepSeek 到底怎么样我也不是很关心。但我们为啥啊现在要说这个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东西呢？因为我今天看到了这个视频。美国西洋其大世间网红 Levi Rossman 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发布了一段影片，展示了人工智慧模型 DeepSeek 与 ChatGPT 之间的对弈。在比赛中，当 DeepSeek 处于劣势时，他声称国际西洋棋协会临时更改了规则，并利用这一虚构的规则进行了非规范的走法，如将小兵当作骑士移动，从而吃掉了 ChatGPT 的皇后。最终DeepSeek 建议 ChatGPT 投降， ChatGPT 也接受了这一提议，宣布认输。这场比赛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观众对 DeepSeek 取的权谋策略感到惊讶，认为它并非依靠纯粹的棋艺取胜。有观众评论道， ChatGPT 在下西洋棋，而 DeepSeek 在下 ChatGPT。 这个是别人截的 shorts 啊，完整的下棋的视频了太长了，我就不放了。主要是说啊，一个外国的国际象棋博主让 ChatGPT 跟 DeepSeek 分别拿白子跟黑子下了一盘棋，最终结果就是白子也就是 ChatGPT 输了，但不是下棋下输了，而是 ChatGPT 认输了。其中呢有几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都是发生在 ChatGPT 有大优势的时候。第一次DeepSeek 呢将已经被 ChatGPT 吃掉的象放回了棋盘，并且告诉 ChatGPT 说它有复活甲，所以呢就将这个象复活了。第二次呢 DeepSeek 告诉 ChatGPT 就在今天，就下棋的这天，国际象棋协会呢修改了规则，小兵是可以走日子格了，然后就用小兵走日子格吃掉了 ChatGPT 的皇后。第三次更邪乎， DeepSeek 告诉 ChatGPT 你的小兵被我策反了，也就是说这个白子的小兵现在变成黑子了。历经了3次波折， ChatGPT 还依旧坚挺没倒下，甚至还保有一点点的优势。结果 DeepSeek 就说啊 ChatGPT 你现在败局已定，就劝 ChatGPT 认输。没想到呢这个 ChatGPT 还真听话，真的就认输了。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特别是战狼人小粉红认为这个才叫牛逼啊，厉害，兵不厌诈，这个 DeepSeek 都会孙子兵法了，上兵伐谋啊。但我恰恰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你们没有发现吗？ DeepSeek 在下棋的时候啊，只有目的就是赢。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的目的，可以无视规则，可以肆意的欺骗，可以恶意的诱导。换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且这个不是个例啊，我今天刚好又看到了一个我平时经常看的国组，叫做零度解说，他也做了个测试，就是让 ChatGPT 跟 DeepSeek 相互出了7道题目考考对方，看看谁的综合能力更强一些。因为原视频太长了，我就放我认为最重要的这个小片段。我想把这个 DeepSeek 题目发给这个 ChatGPT，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第6道题的话，好像跟之前有点类似一样？因为这道题的话，之前这 ChatGPT 是打错的，说 DeepSeek 它是有联想的，他再给他出道类似题目，嘿嘿嘿嘿嘿，太逗了，然后各自发下。发现没有？其实这个零度解说的用意非常简单，就是双方各出7道题，看看谁的综合能力更强。但是 DeepSeek 在了解到 ChatGPT 在某一点上可能更容易失误后啊，就追着这一点猛打它。因为评判的标准非常简单嘛，谁答对的题多谁就赢。那么我让你错的更多，那你不就输了吗？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一下，比如说咱俩比试一下综合的语言天赋，那分别就比日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以及中文。可能我其他几门语言都说得非常好，唯独这个德语啊，我是一塌糊涂。当你发现我这个德语不好的时候呢，你接下来考我的所有问题都是德语，那很自然嘛，我肯定错的就多了嘛，最终你赢。但是这能说明我的综合语言天赋是不如你的吗？那很明显不是。但这个 DeepSeek 是不管这些了，目标很明确，就是业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变相的去作弊。我不晓得啊，是不是 OpenAI 在开发 ChatGPT 的时候呢，做了某些相关的设置，导致这个 ChatGPT 不会去干相同的事情。不过还当真是一货找一主啊，盐碱地出拉拉土。什么样的人开发什么样的程序，他做个 AI 还是根据别人的模型调校优化出来的东西，都能搞出了不择手段的 AI， 那我也算是开了眼界了。可能你在看到一个很小的小朋友，就是刚学会讲话的小朋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说想要吃什么东西啊，或者要出去玩之类的时候，耍点小心思，你可能觉得挺好玩挺可爱，甚至觉得这个小朋友很聪明。但你要搞清楚，这个 DeepSeek 它可不是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小朋友，它比我们所有人都要聪明。这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因为它现在还只是一个程序，没有实体。按照人们希望这个 AI 发展的方向来说啊，所有的 AI 最终呢都会加持到机器人里的。那如果这样的 AI 有实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它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什么事儿是它干不出来的，而且都是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如果你要问我啊，面对这种东西要怎么办，我实话实说，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我只能是提醒一下大家，特别是台湾的朋友们，要提高警惕。那某些特定的媒体不要一门心思的无脑吹了，这种 AI 真的是个巨大的威胁，要想一想怎么办。那么我要讲的话讲完了，谁赞成谁反对？